盾构始发和到达的平衡，建筑物、构筑物安全，盾构设备的安全和隧道的安全，替换掉我们传统地基加固的这个技术，节省工程的成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介绍 TBM 的钢套筒接收和始发技术。为此，我们来到了中球公司，和董事长张秋生先生交流的这个话题。张董是目前国内实施钢套筒技术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他早年在日本小松公司工作，对盾构设备有很深的造诣。我认为这也是他能够做好钢套筒和顺利实施钢套筒施工的主要原因。张董，非常高兴您参与我们的白云说水节目。您是从事钢套筒设计施工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今天想请你讲一下我们这个钢套筒结构设计和施工的关键技术是哪几个方面？好的，白总，那我就给大家针对于钢套筒，从它的结构设计和施工分两个部分讲一下。第一部分呢，就是说谈到钢套筒，只要在施工当中始发和到达，它都利用了平衡的原理，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平衡，利用套筒这样的一个工具，实现盾构始发和到达的平衡，来保证地面的建筑物、构筑物安全，然后盾构设备的安全和隧道的安全。它的结构呢是比较简单，属于传统的钢结构。因为不同厂家的盾构机的设计长度和直径尤其它的开挖直径是不一样的。它套筒的结构采取第一点就是根据盾体的直径和长度，第二点呢就根据它始发的时候这个副环管片，尤其是反底架的位置，这个长度来定我们的套筒的整体的长度。第三个就是每片的，如果是地铁常规的，我们目前来讲是上下半圆的，但随着现在盾构直径越来越大，我们就根据它的盾体的分块角度来也做针对性的分块。所以说这样呢就满足它盾构施工的当时安装或者解体的需求。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本身结构的设计当中要考虑到它的强度和刚度，尤其在这个平衡的时候，加上盾构机载荷、动载荷的时候，它的整个的结构安全也是要充分考虑的。右边这张对钢套筒接收，然后随着这个工艺呢越来越使用，在国内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现在钢套筒的始发，尤其在始发阶段，它利用了这个平衡原理来控制地面沉降或者周边有建筑物风险源管线那这样的话，始发的时候套筒来实现它的风险控制。以前的传统的过风景呢是先接收再始发，这个就省了一个接收和始发的这样一个工序省掉了，对，你就直接就过去。那这样的话，我们用套筒把两个洞门直接连接起来，盾构机就直接穿越。如果是土压平衡，它就土压平衡；离水它就离水平衡，直接穿越。那你这个套筒的这个长度，其实也是根据工作井的尺寸定制的，是吧？对，就是根据设计院出的图定制，专门去定制蓝图，然后定制做好，然后到现场组装回填好，然后直接一次性。那我就是要问的一个问题因为中间这个情况它和这个两端不一样，它必须是说这个尺寸必须是紧配合的，是不是？紧配合的话，那么这么安装这个本身这个套筒的话，它怎么做到紧配合？我们是根据这个设计院出的蓝图，这个一个结构井，根据井来定制套筒。对而且它这个误差要求还是蛮高的。误差我们基本上在10公分左右都是可以最终调整的最终来调整。假如你是曲线，我们也做成曲线，就是这个泄气量一边大一边小，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蓝图来设计。如果是上坡下坡，那里边有10公分的垫层，混凝土垫层可以来调整。只要盾构机上了这个导台，那它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其实这个是钢套筒在过站的时候的一个应用。第二个呢，我从这个施工当中的关键的风险点，就是说来解决套筒来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解决始发掘进地面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最终是解决它的通道的问题。但是我们常规的时候，盾构和始发或者接收洞门间隙这个有个通道，如果没有套筒或者加固的时候，这个通道日本专家讲它叫风险通道，
也叫死亡通道。如果这个通道封闭不好的话，所有的事故，无论你盾构机大还是小，还是应用在不同场合，这个通道都一直存在。所有的风险、始发风险、接收风险都来自于这个通道，就是环形的通道，一定要把这个通道要解决掉、处理掉。如何解决掉呢？我们的套筒在始发的时候，它就是说和动门进行焊接全封闭，那四周通道就形成了回填、离浆、对的，软土和掌子面正面形成一种压力平衡。是的，所以说它利用了这种平衡原理来解决了风险通道的问题，实现土压平衡、离水平衡，控制地面的沉降和建筑物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个通道解决上，这就是套筒解决它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对，同样的接收的时候也是的，如果没有这个套筒，那这个通道注浆如果封闭不好的话，那这个风险是非常之高。即使用了套筒，如果你拆了，那后面这个通道没封闭好，那也是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施工的关键控制点之一，就是管片后面的闭合注浆。它的注浆的目标呢，就是说实现管片和套筒之间这个间隙，就我们那个黄颜色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封闭完成。如果封闭不了，那它隧道后面的水啊，就一直过来，就导致地面沉降，后面就塌方。所以说这个闭合注浆封闭的这个过程是套筒接收的成功与关键。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从施工的角度来讲，所以说这黄颜色部分一定是要到位的。这个是你靠双叶注浆来把它来满足这个封闭的这个目的要求，是吧？目前国内来讲，正常大部分都是用双叶注浆。第一个从压力来控制，第二个从它的量来实现这个通道的封闭。这样呢就确保在拆解套筒和拆解这个动门封闭的时候，这个通道是安全的。可以理解。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整个的施工的安全性。张总，其实你知道，从这个学术观点上来说，我其实非常推崇这个钢套筒技术来替换掉我们传统的岩土工程的地基加固的这个技术，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到它不仅是说可以节省工程的成本，还能够比较最大程度的可以减少工程的风险，以及缩短它的这个施工的工期。在这方面的话呢，你能不能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对比？好的，白总，就是这个主要取决于我们国内啊，目前你像这种常规的盾构始发和到达的一种端头处理技术，虽然呢这么多的方法，但是这种效果呢，随着地铁线路越来越多，它的叠加隧道啊越来越深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呢就非常差，成本很高，风险也很大，其实对，时间又长，而且时间长。对，如果盾构始发的时候，动门着除，那它一看渗漏了，对，漏水了，容易发生接下来要抢险了，周边的环境呢又很复杂，是的。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套筒的这种工法就越来越有它的明显性。第一个呢，它不受这种加固的时间，它可以随时进场。那我们通过7、8年的这种现场应用，把它的适用性、通用性增强了。所以说，不同城市的只要你管片尺寸差不多，盾构机尺寸差不多，那我们这种从结构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非常快。所以说，它在无论你始发还是接收的时候，基本上效率非常高。对，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说，采用了钢套筒结构以后啊，这个地层的条件基本上不用去考虑它，这个地层多难也不用去管它了，对，是吧？我们从常规地铁的6米级，现在已经到8米级、9米级城际铁路。去年我们在这个白云机场和这个杭州项目已经做了12米级的春风路隧道15米直径也做了，短的钢套筒也做了，对，短的也都出现了。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第一点呢，它的趋势应该是往大的方向；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往小的方向，尤其我们在管廊、下水道这种电力隧道3米到5米的这种直径，小直径它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大家有可能认为这个小很简单，实际上小它是五脏俱全，更加艰难。所以说它很多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深度
像我们的下水道，那地铁都在建的时候，那下水道肯定是比它还要深，更深。你看日本、日韩这种国家，那都80米，就是储水的隧道往往是最深的。上海现在不是前一段子也在做那个水务的这个隧道，它直径小，但是比较深。还有一个是旁通道方面，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是机械化的方法。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直径也是很小，更小了那个直径。这方面很小的直径，你认为说它对你来说做套筒来说，它为什么体现在说比中等直径的更难？是什么原因呢？它主要取决于它的一个空间限制啊，盾构机的直径，它是2条隧道当中来施工的，所以说它对结构的要求和对盾构施工整个工艺的把控，因为套筒只是个工具，你要在这种应用场景下能够适应这种尺寸、应用工况，所以说它是更加复杂。第二点呢，它要配合整个小直径盾构的施工工艺。你看常规地铁盾构它要解体，那我们的小直径它是连着套筒整体进出，所以说对你套筒的结构和强度和刚度的要求就非常之高，所以说它要适应整个盾构施工的这种流程。那个困难主要体现在空间狭小。第二点呢，就是主要它能够更加的往智能化方向。那我盾构司机未来我要通过传感器把它的套筒接收的我们讲的土压平衡，那里离水平你肯定有个压力参数。第二个注浆你也要有的注浆的压力参数。第三个就是结构的变形，这个有传感器来检测，通过这些数据和盾构司机能够进行可视化，把它的所有的状态能够和司机进行对话，操作司机能够直接看到我目前盾构和套筒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包括它的距离啊，这些数值啊，这个都是未来我们都能够实时的反映出来。对，要上传感器，上可视化，这一块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一个方向。白总，关于未来这个套筒的应用啊，其实我们主要是根据施工方的需求和以未来的这个盾构井的趋势来定的。打个比方，随着现在这个远景就是竖井越来越多，不像以前是车站始发或者接收，那现在呢，这种装配式的远景、竖井，让你一个主机机头下来，你就是开始始发或者接收。那这种尤其在始发状态下，这种体积空间的限制，让我们在套筒根据客户也需要控制风险，它的始发的风险，尤其它的地面，那就是说我们就推出来无复缓始发和配套一个短套筒。那这种工艺呢，替换掉它的复环，对，就无需复环，就把这个整个的空间用于垂直下来的输送，就是材料啊、管片啊、运输，这样呢效率是非常高，同时又保证了始发的安全，同时空间效率又节省了，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未来的应用。首先是节省了这个复环，是吧？它的使用，另外的话呢，它实际上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个复环和你这个钢套筒结合在一起了。对。张总，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技术哈，用这么多液压的支撑来解决一个隧道的稳定，你们是怎么想到的？这个当时在苏州地铁啊，它有个特殊的一个工况，常规是左右线，它这个呢是叠加。近距离，对，上下距离很小。设计院给出的方案呢是通过2条隧道之间的地层加固，而他就跟我们聊天就提到这一点，我说那我们从结构件的角度呢，在隧道内部能不能做这种支撑呢？所以说就带着这个课题，带着这个项目，就第一次在苏州地铁进行了应用。它就是不影响水平运输电瓶车的同时，都不影响施工，然后对隧道内进行结构支撑。对，所以就是施工期间一个临时支撑。埋深盾构的动载荷，最后设定一个数值来对管片结构进行做支撑。这个力呢是可以调整的，因为它是伺服系统，也可以整个的支撑力也可以调整，又有监测，所以它在施工的同时就保证了结构扰动，这样的话非常安全，就确保结构的这个安全。对，等到这个施工完成了以后，再把这个拆除就可以了。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它扰动的这个情况，这个都有记录下来，对，可以控。我认为这个技术将来的应用前景会这个场景会很多。
目前已经苏州地铁、徐州地铁、武汉都已经有了，都已经在应用啊。它毕竟是一个补充嘛，是的，对地层加固的一个补充，通过结构件来实现了它的这个安全性，将来还可以出口，降低它的风险了嘛。对，这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张总，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的介绍啊，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好了，我们今天的百因说税节目呢就到这里，让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再见。